奉劝大家，千万不要透支自己的福报，否则必有祸患。为什么很多人刚一成功就生病了，还有很多人刚一发财就出事了？因为他的福报被透支完了。财富的本质是福报的变现，我们的名声、地位和财富都是我们的福报兑换而来的。凡人都在无止境地追名逐利，认为财富越多越好，地位越高越好，名气越大越好，却不知这些东西都在透支我们的福报。当一个人红得发紫和大发横财的时候，往往就意味着他的福报全部变现了。人生的尽头已到，就像虾一样，大红之日往往也是大悲之时。很多人刚一住上豪宅，开上豪车，生意反而没那么好了，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能镇得住这些东西。别墅的空间很大，装修很豪华，需要那些大功大德的人才能镇得住。一般人要是住在这种地方，简直是自找麻烦，会被反噬。所以那些真正的修行人，往往是只做功德而从不享受名利。他们不断地创造价值，帮他人解决问题，给自己积累福报，却从不享受生活。比如吕洞宾修行之前，就是把钱全部分给了穷人；张天师修行之前，也把江州令的官给辞掉了，因为这样他们才可以轻车上阵。人生是一场积分制的游戏，我们都在三维世界打怪升级，累积的功德就是我们的福报，可以兑换成名利，但名利只是三维世界的奖赏。有些人忽然开悟了，把三维世界看穿了，想得到更高维度的奖赏，那就只积累福报而不去变现。当福报积累到一定程度，就可以量变到质变，直接升级到四维空间了。再回到三维空间，中国人喜欢说一个词叫惜福，就是珍惜心的福报，不要随便消耗它。如果一个人所有福报都变成金钱了，那是很可怕的事，因为接下来任何风吹草动都能搞垮一个人。人这一生积攒了多少功德，享受了多少生活，都是被记录好的。一旦你享受的物质大于你积累的功德，就在透支自己，透支到一定程度，祸患就来了。可惜能看透这个规律的人寥寥无几。做人最重要的是积累功德和福报，而且要坚持一点，永远不要让自己的名利超过福报，否则德不配位，必有灾殃。一个人的福报要耗光之前，都会有以下8个征兆，如果你出现了其中一个，一定要及时止损，多加小心。这个视频对你很重要，请点赞收藏好，时刻翻出来提醒自己继续分享。第一，心神不宁。当你总觉得自己一段时间很烦躁，挫折也很多，工作也不顺心，其实就是在提醒你的福报快没了，要开始重新去检讨自己。只有你的心静下来了，
你才能看淡很多东西，不让自己陷进去。第二，沾染恶习，沉迷欲望。一个人一旦染上各种恶习，喜欢做各种消耗福报、贪图享乐之事，就算你先天有再多的福报，哪怕你自带鸿运齐天鼓，也经不住消耗。每一个人都会有属于自己的习惯和准则，但一定要审视这些习惯是不是好的。如果沾染了恶习，那就会害人害己。第三，贪念太多，使人好贪，贪财、贪色、贪权。俗话说，人心不足蛇吞象，贪心重的人往往都是没福之人。越是贪，失去的越多。当你追求物欲的满足时，福报就会被慢慢消耗。你越是不满足，就越会痛苦，福报也就会越来越少。这个世界上大部分做坏事的人，也都是从产生贪念开始的。第四，不懂得反省自己，总是抱怨。当一个人要走运之前，必须要让自己内心充满善念，懂得经常去反省自己的错误，纠正自己的行为，你的未来才会赢得好运。第五，消极怠慢，每天总是唉声叹气，怨天尤人，看任何人任何事都不顺眼，脾气还变得越来越大，目中无人，看不起任何人。如果出现这些，一定要及时改正，这是最消耗自身的东西。第六，事事不顺，做什么事情你都要走心，你不能去敷衍了事。爱你的人你要10倍回报，伤害你的人你要谢谢他，然后赶紧远离并快速淡忘。而且还要保持自己的初心，懂得如何去为人处事，不然的话，最后结果一定不尽人意。第七，没有上进心，每天虚度光阴，游手好闲，也是福报将要耗尽的表现。我们不去积福，就会损福。如果不懂得珍惜时间，福报就会越耗越少，苦日子就会找到你。做人一定要积极上进，要不断学习，让自己强大起来。第八，不孝敬父母，父母为你挡去3灾6病。如果你不敬父母，甚至辱骂捶打，往往会招来奇祸。不孝父母之人也是不善子孙，必然会自食恶果。有幸能听到这里还没有划走的朋友，恭喜你，你是个有福报之人。记得转发给你身边亲近的人。爱出者爱返，福往者福来。损福报最快的方式是嫌弃。如果你去仔细观察，很会嫌弃和抱怨的都没有多少福报。嫌弃是损福报最快的方式。夫妻之间，人家人之间互相嫌弃，家庭就很难兴旺。公司企业也是如此。每个东西的存在都有价值，人类也不会创造一个用来丢掉的东西，只是使用过了，人们觉得它失去价值了，就丢弃它，但它也曾经发挥过它的价值。哪怕是一次性筷子、垃圾袋等，
它曾经有过它的价值，人不能因此而嫌弃。我们发现不了它的价值，是因为我们没有智慧，不够珍惜福报，不够用心。而真正的修行人就会用心。人拥有哪一样东西都是福报感召，福报多大就享用多少，福报不够，想着开好车开大公司也没有用。有的人一辈子拼命，但是结果也没有几个钱，是没有福报的缘故。小财靠努力，大财靠福报。目前我们穿的用的可能朴素一些，低廉一些，但那也是福报感召，说明这些低廉的东西最适合目前的我们，应该欢喜接受，不要看到好的就嫌弃差的。低廉的存在也有它的好处，起码适合福报一般的人使用。就像衣服，如果衣服都是上千元，只有有钱人买得起，那没钱人怎么办？要时刻告诉自己，目前的情况是最好的，我们可以努力做得更好，但是不要嫌弃。努力做得最好是一种积极的心态，嫌弃是一种看不起、不珍惜、恶鬼的心态。你嫌弃的心态怎么能感召到富贵的果报呢？如果衣服10元钱嫌弃，因为别人有穿100元的，但真的买了上百元的也会嫌弃。嫌弃不是物质的问题，而是心态的问题。婚姻问题也是如此，夫妻之间一定不要嫌弃对方，你选中他，说明他是最适合你的。缘分是天注定，这个天就是业力，对方如何也是业力的感召。你嫌弃只会让婚姻更糟糕，那要怎么办？不要抱怨，这样就好，然后好好改进。我们改变了，对方也跟着改，就像学佛一样，从来都是做给别人的，而不是要别人去做的。不嫌弃身边的物，不嫌弃身边的人，要珍惜，这样福报才能增长。我们福报增长了，周围的环境自然就会改变，依报随着正报转。你看佛陀的福报都可以福泽佛弟子几千年，我们的福报如果都没有福泽到家庭和身边的人，那我们就应该好好忏悔了，更没有资格嫌弃和抱怨了。如果你心眼儿挺好，又有德行，那你一定有福报。如果有福报却依然发不了财，请你不要疑惑，老天已将你的福报转化成健康的身体、平安的日子、温暖的家庭和有良德的子孙后代。福报不一定让你很有钱，但一定会让你成为更圆满的自己。有缘人，福报来时要珍惜。这几件事千万别做。一，别炫耀，无论是成绩、财富、幸福，得到10千万别炫耀，这些东西本来极容易招怨，众怨汇集，祸之始也。二，别造业，比如放假了有点小幸福却跑去钓鱼，比如领工资了杀只鸡宰只羊庆祝一下，比如赚钱后请兄弟们去 KTV 潇洒，这就是钱没捂热就开始造业。
钱能不能保住还两说，恶业却已种下，福报来时，要多布施，多助人，多行善，多积德，保住并扩大战果。3. 别挥霍，挥霍就是损，浪费就是耗，时运一过，追悔莫及。4. 别自以为是，有的人成功后觉得自己高人一等，认为成功都是因为自己异于常人，因此对因果、行善、积福等不以为然。殊不知，这正是你过去行善积德积累的福报，才厚积薄发。如果自以为是，那无异于关闭了持续积福之门。5. 别不知足，比如有人买彩票中了100块，比如抽中了优惠券，这些小幸运发生时，不但不感恩，反而不以为然，嫌弃、抱怨为什么那么少。如果小福气都嫌弃，大的你怎么接得住呢？而且小幸运来了你还嫌弃，你不要，那对不起，福就走了。史记《淮阴侯列传》中说，天于福取，反受其咎，实行不至，反受其殃。上天给你机会你不要，那就会反受其害。说的正是这个道理。你想要给自己积累福报，最重要的不是让你去外面做好人好事，捐款捐物，而是管住我们的身口意。我们日常生活中可能很多人一张口就是在消福报，真的是这样。就从咱们的身口意，你的身体，你的嘴巴，还有你的意念，你但凡一发之处，如果是恶念，它其实都消福报。我说几点，咱们日常生活中特别损福报的行为，大部分人都在做。第一个就是浪费粮食，很多人意识不到，咱不能因为经济条件好了之后，你就毫无节制。尤其是逢年过节，大家现在都喜欢去饭店，亲友聚餐，你常常能看见大家点了一桌子菜，好像为了脸上的面子，然后一定要搞得很多很多才显得自己很大方，但实际上你也吃不了那么多，都剩了，然后就倒掉了，非常的损福报。还有一点就是现在家里条件好，这孩子也只有一个，所以过周岁宴、生日宴就大摆宴席。但是你的孩子如果长大懂了这些知识之后，他可能会恨死你，因为他小小年纪他的福报就已经被你消耗了很多。其实这都是不太应该的。你会发现有一些了解这方面知识的人，他吃饭喝水基本上不会去有任何的浪费行为，比如说头一天喝水没喝完，第二天还会继续喝，但可能像其他的人，他就全倒了，就非常的损福报。有一句话是这么说，叫惜惜时非惜财，惜福也，就是你珍惜你的食物，珍惜你的衣服。它其实并不是说你小气，并不是说你就很惜财，不是的，是惜福，珍惜自己的福报。第二个就是人都有一个劣根性，看不得别人好，
嫉妒是鱼池中的战斗机。为什么呢？有句话叫爱出者爱返，其实也叫爱憎者爱返，就是你给出去的是爱，回馈你的是爱，你给出去的是憎恨，给出去的是你的嫉妒心，你给出去是你的看不得别人好。你放心，你的路一定不会好，所以可以从现在开始，大家真心的培养自己。别人好的时候你就祝福他，不好的时候你不要落井下石。就你逐渐的培养这个心，你会发现，其实等到你真正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你能够险中求胜，它一定是有它原因在的，一定是他之前的积累，在他那个困境的时候让他渡过来，这是前面的积攒一个善因，然后才有这个善果。一个人积德行善，切记不要老想着回报。到底怎样才算真的积德行善？难道做好事还有假？大部分人都搞错了。积德行善不是你有一个积分本，你积到一定的分数就可以去兑换福报大礼包，它们之间没有绝对的因果关系，你也不要产生这样的发心。积德行善是调整你自身的频率，是你的发心，你的起心动念，这也是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核心要义。一念发动出即是行，你以为你只是动了一下心思，没有行动就不算数。错，你动的那个心思就震动了宇宙的频率，就像宇宙发出了你的信号，你是匮乏的还是富足的，是正能量的还是负能量的，一切都在一瞬间就完成了。宇宙也会回馈给你同样的能量，让你逐渐地震动到合适的频率当中去，根本不需要等到你做出行为的那一刻。更有甚者，还要加工一下自己的言语和行动，都没有用。你骗得了一些人，骗不过宇宙，最终骗的只是你自己的未来。希望大家都能养成随喜赞叹的习惯，不是一定要四处的去留言，只是你真心的希望别人好就行。随喜赞叹是调整你的心的频率，你能真正的为一个陌生人的勇气、智慧、富足发自内心的祝福、欢喜，而不是产生嫉妒、仇恨、怨怼等负面能量。是你产生的能量在影响着你的命运，不是你装出来的那个行为给老天爷看，老天爷给你积分。你要面对的是你的内心。你面对世界是用真心的吗？每天盘串念经，出了门给流浪狗一脚，你把串盘出火星子来都没用。世界是透明的，你正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，想要什么样的人生，早已经在你的心里生发显化了出来。俗话说，有福之人不用忙，无福之人跑断肠。那么怎样才能积累福报呢？第一，孝亲，百善孝为先，所以孝亲为修福第一要务，人间第一福德。释迦牟尼佛的一生言行，无一不是孝的表现和扩大。佛陀的道后，为了报答母亲怀胎10月之恩，上升忉利天为母，宣讲地藏经，
这部经的内容处处流露出孝道的思想。佛教很多法师多次提到孝亲尊师的重要性，并称为根基，可见孝亲的重要性。第二，常怀恭敬心。世法、佛法都从恭敬中来，一分恭敬的一分利益，10分恭敬的10分利益。无论对人、对事、对物都要恭敬，对好人善人要常常亲近，侍奉、学习自然的利益，对坏人恶人要恭敬的远离，把它看作佛菩萨的化身来教化我们，不让我们倒其覆辙。所谓敬而远之，对事恭敬就是务求竭尽全力，尽善尽美，不留遗憾。对物恭敬就是要珍惜爱护，小心使用，惜物就是修复。第三，戒邪淫。邪淫障碍我们的道义，消耗我们的福禄，破坏我们的家庭，何苦为满足一时的冲动而以一生的幸福为代价？更何况那无有出期的三途苦报。第四，勤俭节约。有的人虽然家财万贯，由于浪费奢侈，不懂节约，最后免不了穷困潦倒。周武王曾感叹，像周天子这般奢华，竭天下之财以穷己欲，安有不亡国者？秦始皇生前修建极其奢侈豪华的皇陵，浪费大量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，结果秦朝2世而亡。相反的，有些人勤劳节俭，所以福报随之而来。第五，善因好缘。有的人事不关己，绝对不过问，不与人结缘，当然也不会有好运气。有的人只要行有余力，就热心助人，也不希求他人回报，但是好运都会降临，让他平安顺遂。想要有福报，必须先播撒福报种子，比如积极参与利益大众的善事，热心助人等事情。所谓助人者，人恒助之，多种一点善因缘，就是修福报的方法。第六，慈悲喜舍。一个人有多少福报，可以由自己决定。阿含经中记载，有一位小沙弥，本来应该夭寿的，因为一念慈悲，救了许多受困水塘的蚂蚁而延寿。一念善心可以消除罪业，一念慈悲能够增加功德。有人拾金不昧而获得福报，有人不贪不义之财而得到善缘，有人救苦救难而消灾免难。可见能够慈悲喜舍，福报就会到来。第七，吃亏奉献。许多人害怕自己的利益受损，不愿意吃亏，那是心胸不够宽广。吃亏奉献是一种无私的、真心的付出，是一种欢喜的、不求回报的道德行为。如果我们常保持着你是好人，我是坏人，你是对的，我是错的，你很伟大，我很渺小，快乐给你，苦恼给我，富有让你，贫穷我受的态度尊重对方，
处处为对方着，想必能获得对方由衷的敬爱。不必羡慕别人的福报比我大，也不必研究别人的福报从哪里来，要怎么收获，先要怎么栽。已经种下勤俭节缘、喜舍奉献的种子，自然能收到福报的果实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知福、惜福、造福，祝福你一生平安幸福，得偿所愿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，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